欢迎来到江峰世界。2026年6月5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镜头拉近，那个曾经指明方向的元首歪着头，面部浮肿的近乎变形，那张由于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而产生的满月脸，在高清特写下肿得发亮。他的双脚像是灌了1000斤重的生铅，在猩红的红毯上拖行着无法保持重心的企鹅步。在医学上，这叫单侧偏瘫步态。大家看他身边蔡奇的眼神，这位平时在帝都习惯了杀气腾腾的狠角色，在那一瞬间，眼神里没有了往日的半点杀气，取而代之的竟然是一丝掩盖不住的惊恐和劫后余生的庆幸。老天爷啊，你总算站起来了，今天要是倒在这儿，咱们这帮人的脑袋可就全得搬家了。这是一场耗尽了中南海最顶尖医疗资源，由那位脑梗御医用极限剂量的激素和致命的银针强行维持的木偶复活秀。整个迎宾仪式的视频只有2分46秒，而给他的身体特写镜头仅只有46秒。为了这可怜的不到1分钟，外交部顶着天大的压力，把老挝总统通伦足足晾了3天。3天啊！王毅整个人透着一种被抽干了精力的虚脱感，差点要了我的老命。为了这场僵尸秀，中南海幕后已经爆发了一场动用特警、跨越港越，甚至连跨国洗钱网络都被连根拔起的血色围剿。蔡奇老婆亲弟弟的女婿，柬埔寨太子集团和香港汇旺担保的实际操盘手，为了保命，已经彻底把王小红的女婿供了出来。王小红急了，真的急了。就在中纪委准备收网的当晚，香港那摇曳的霓虹灯下，几辆挂着特殊牌照的越野车已经越过了边境。那是王小红手里最锋利的死士——公安部特勤局。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抢在中纪委之前把掌握着洗钱账本的温州中间人封口。而就在这血色围剿的同一天，另一处政治地盘也黑灯换锁了。2026年6月5日20点03分，新华社突然发稿，蔡奇以中央党校校长身份出席毕业典礼，并颁发毕业证书。蔡总管又兼了核心要职，风光无限。但是咱们来看细节。联合早报在周五20点56分发稿时，特别补了一句极其难堪的细节。截至截稿前，中央党校官网现任领导一栏里，校长依然是陈希，足足挂到了9点。大门上的锁已经换了，里屋陈希的个人简历小牌子甚至还没来得及拆干净。这种前后方严重技术脱节的失误，在纪律严明、滴水不漏的中南海，就是体制内最典型、最冷酷的公开打脸。这场仓促的去陈换蔡，根本不是按部就班的有序交接，而是后台操控大局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顶着老习的脖子强行完成的突袭式换人。拿掉陈希，就是彻底毒死陈希，通过党校结交考核地方省部级后备干部的所有通道。再看蒋网正发出的情报，蔡奇在5中全会前后让出中央办公厅主任的位置，谁掌握了中办，谁就等于实际控制了元首的出行日程、机要文件和核心防务安全。现在5中全会的风还没正式吹起来，蔡奇要交出中办大门钥匙的消息就已经在红墙内成了公开的秘密。有人说，咱们不管蔡奇5中全会下不下，现在他依然是政治局常委，是书记处第1书记，还接了党校校长，反而是权力扩张了。其实让他接掌党校，就是给他的行政日程表上再塞进成百上千项具体的党校日常合规、干部考核签字。巡视组已经进驻中央党校，只要蔡奇在党校的事务中漏掉一件，对手随时可以启动合规程序找茬，为5中全会彻底拿下他做准备。更致命的是，周五晚上中国官媒突然抛出的冷门通告，央地协同、部际协作，加强私募基金监管工作。在这个节骨眼上大张旗鼓地加强私募监管，你以为是抓金融合规吗？这是一张精密布局，要把特定家族境外资金通道彻底憋死的金融口袋阵。
中纪委正在加班加点。就在巡视组第2批进驻的当晚，蔡奇老婆林成生胞弟的女婿，那个在柬埔寨和香港掌管着特定洗钱网络的操盘手，在调查中为了保命，已经把王小红的女婿直接给抛了出来。王小红的警卫系统秘密前往港粤，试图控制关键人证，却被这道突然出台的部际协作加强私募监管的行业新规当场锁死了所有的资金出境通道。蔡奇家族藏在境外的秘密金库在一夜之间被人拉闸断电，陈希被突袭换锁，标志着外围清华帮、山东帮的防御彻底崩溃。蔡奇面临让出中办位置，标志着老习的安全防御的中枢开始到了别人手里，而金融监管的突然收紧更是断绝了他们自保的资金退路。那么在这场力量对比彻底失衡的博弈中，那个歪着头步履蹒跚的元首和那几个无法跳船的铁杆侍卫究竟还会做出怎样疯狂的最后挣扎？新华社发稿，元首即将在2026年6月8日至9日访问朝鲜，外媒也纷纷侧目，说这是他2026年的第一次出国，也是他近7年来第一次踏上平壤的红毯。可你真的以为这只是一次耀眼的外交出征吗？这场平壤之行真正诡异的地方是，谁想让他去，谁又故意不拦。周五他好不容易出来见了一面老挝领导人通伦，镜头一亮，所有人盯着看的就是他的身体还能撑多久，看看那发黑的面容，看看那企鹅步。这对于一个完全靠着伟大领袖神话撑起来的独裁政权来说，简直是灾难。神话就已经破了，他必须立刻补上一场更大的戏。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不够了，老挝这样的撮儿小国也不够了，必须是他出访。他要用平壤大太阳底下的红毯去告诉党内那些蠢蠢欲动的人，你们看，我还能出国，我还没死。更要告诉他身边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马仔，你们别散，我还没倒。这就是他去朝鲜的第一层逻辑。更深的一层是绝望中的抱团取暖。老习在党内军内的底牌已经快要输光了，他的军权、组织权、纪律权早就在大清洗中被彻底剥夺，手里仅剩下宣传权、外交权、经济权和王小红手里的治安特务权。他就像个快要破产的赌徒，只能去境外找牌。越南是社会主义兄弟牌，俄罗斯是正在流血的战争牌，朝鲜则是随时可能掀桌子的危险牌。他想拉起这条反西方轴心的假象，去向国内宣告，我习近平不是一个人在打，我背后还有一整条反西方轴心，以此来拖延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对他的最后清算。可问题是，那群在中南海深处冷眼旁观的中共元老们为什么不拦着他？如果真的怕他去朝鲜，完全可以用身体状况、安保漏洞、10000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把这趟行程死死压下来。元老们根本不怕他去，他们甚至天天盼着他去。你不走，很多人还藏着掖着，还在暗中骑墙观察风向。你这一走，谁跟你上飞机，谁在机场送行，谁帮手撑这个平壤的场子，谁就是你锡皇铁杆的死忠。如果爆料属实，蔡奇和王小红都将随行。他根本不敢把他们留在北京，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自己前脚迈出北京，后脚中纪委和82集团军就可能把中南海的锁给换了。王小红留在北京，转眼可能就被中纪委盯住；蔡奇留在北京，可能出门就发现自己被全面换岗；彭丽媛留在北京，更可能成为另一条无法承受的压力线，连女儿都要带在身边。这说明他们全家对北京的安全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元老们不拦他，除了要看清名单，还有一层更深的外交大局。朝鲜这2年和俄罗斯走得太近了，往俄乌战场输送武器和人员的消息闹得沸沸扬扬，连路透社和美联社都看破了这层窗户纸，说中共元老放习近平去朝鲜，其实是要让他去当工具人，去把快要完全倒向莫斯科的金正恩强行给拽回来。其实早在去年10月份，
金正恩就邀请过他，但当时四中全会还没开，他根本不敢离开北京，生怕一走党羽就被一网打尽，所以只敢让李强代劳。现在他不得不去，因为他退无可退，只能把所有的外交牌、安全牌、家族牌一口气全压上桌面。你需要靠金正恩来证明自己还有朋友，你需要平壤的红毯来证明自己还有权利，你需要把全家老小、太监、刀斧手全带在身边，才能感到安全。那恰恰证明你在北京已经连一天的安全都没有了。中纪委、中组部、军方正拿着名单一个一个画红圈呢，看着中南海的胡折腾，台上的人为了权力，把这具身体彻底折腾进坟墓，也是神仙难救。咱们普通人啊，就更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这才是最实在的本钱。说到调理气血、补益身体，这里我得给大家插播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普瑞堂的玄宝黑参一直是咱们频道最受欢迎、复购率最高的滋补极品。现在普瑞堂给咱们频道的观众推出了非常实在的福利，每一单只要买满500美元，就直接赠送您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而且这个赠送是上不封顶的，买得多送得多。大家在结账的时候记得输入咱们频道的专属优惠码 GF， 全球包邮，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了。调理好身体，健健康康，咱们才能一起见证大戏的谢幕。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信任和支持。好，广告看完了，咱们言归正传。接下来反习联盟甚至在程序上使出了真正的绝后杀招。你以为前几天普京高调访问北京，真的像官方那些新秩序捍卫者的宏大叙事一样，是稳如磐石的盟友结盟吗？根据顶级智库的穿透式评估，这场看似规格极高的外交秀，实际上是一张空头支票。普京已经被降格为了对美谈判的筹码和道具，在天然气管道、大额无限制金融结算等实质性利益上，决策协调机构的话语权正在无限扩大，直接抽干了此前承诺的无上限合作，全部含金量。更绝的杀招在科技和产业层面上演。商务部与科技部高调出台了严控技术向境外转移的新规，官方的辞令冠冕堂皇，说是为了防范美国技术卡脖子，保护自主知识产权。这分明是反习联盟在大义的名分下，对老习集团及彭丽媛山东帮实施的一场权力变现阻断。通过制定极其严苛的技术转移审批和跨境合规审查，他们等同于在法理上直接废掉了特定派系将核心专利、技术产权通过海外授权或合资出海转移至境外的自主权。那些藏在深圳、杭州等地的关联科技巨头，那些特定派系的科技白手套，他们的资产转移通道在一夜之间被彻底掐死。而最让人骨髓发凉的是香港媒体近期高调追踪的婴儿 Danny DNA 基因案，这是一个真正的绝后杀招。福建帮、山东帮高官在香港通过离岸信托基金为自己的非婚生子女留下了数以百亿计的离岸信托财产。而反习联盟直接在港区推行了极其严格的穿透式 DNA 亲子鉴定和信托受益人穿透审查。一旦血缘和资产代持关系对不上，这些信托资产立刻面临诉讼和冻结。这等于在法理和程序上彻底剥夺了这些特定家族私生子的资产继承权，让他们不仅断了财路，更彻底断了子孙的后路。现在中纪委针对发改委何立峰郑乍捷系统的审计已经进入了账目穿透的最终阶段，吴昊案的突破口正在逼近福建帮最核心的钱袋子。温家宝和胡春华正在利用发改委的科技专项审计，在程序上彻底冻结何立峰对全国万亿级重大基建项目审批权的黑箱动作。而另一边，美国农业部长 Rawlings 放风施压，但实际上李成钢主导的谈判团队早就在买大豆、买飞机、卖 TikTok 上暗地里签下了妥协协议。所有的各种强硬抗议纯粹是做给国内义和团看的，
目的就是让元首在明年3月交出国家主席位置前，把这个向美让步的黑锅死死地背在自己身上，借着大义名分，把对方的权利剥得干干净净，洗得清清楚楚。这就是深水区里最冷酷、最残忍的完美围剿。我们下期再见。